国际学院荣誉学员报道。让我们欢迎资讯管理代表、机票达人布莱恩，语学院代表、旅游部落客林世璧，国际学院代表、彩妆大师李明川，设计学院代表、主持人娟娟，还有土木工程学院代表、甘比亚网红黑油。学员报道完毕，小心，立正。隆重登场的就是我们的首席教授曾博士。各位同学、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国际学院的首席教授曾布雷多，大家晚安。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而考题每天也都会更新。昨天坐上第1名的，也不代表今天呢就能够守住你的冠军。真正厉害的不是永远不会输的，而是每一次面对挑战，都还愿意学习，愿意为自己再拼一次的。今天特别请到了5位拥有丰富不同文化涵养的跨界精英们，他们今天重新回到校园，一起来挑战我们的荣誉榜，欢迎大家！你们这些衣服都不好找吧？这是什么学校的？艺术学院。合理。这位是校董是吧？我是教授。你也是教授。各位尊敬一点，他可是曾经在国中的时候考过全校700分满分满级分的。哇！他是医学系啊，每一科都100。你不无聊吗？深谈呐。每个离开学校都有一段时间了。今天全民的新攻略的4.0全面改版了，变成现在你们所看到的这个新攻略学院，它的玩法跟以前完全不同。有请我们的荣誉校花、永远的金牌助教蔡妙丽来介绍一下游戏规则，请。好，各位学员呢，要告诉大家，你们待会呢会先进入你们的个人能力测验，接下来呢会有3次的段考，看看谁能够拿到校牌第1。就唯有1个人可以进到我们的奖学金挑战赛。这个部分呢，有萧东和阿萨里捐出来的20万智慧新币的超级大奖，就是奢华享受百平总统泳池的住宿券。所以呢，希望大家一定要努力答题喽！加油，各位！唯一的女性，好不好？唯一的女同学先抽。Lady first。好，那我选这个。哎呦，2，蓝巴兔。Number 2。Correct。哎呦， Number 5。唯一长得像校董的先抽。哎呦， Number 1。厉害哦！你这手气还蛮好，对，你这手气还蛮好。是不是2个？好，你就是3。 Yes。是。好，这就是你们待会答题的顺序。好，先出场的当然就有选择的空间。好，马上进行入学能力测验，9位。入学测验，你们在左边的那些校牌的位置，就是你们待会会一一出去就位的位置。有5组题组，请公布。分别有鲑鱼、尾鱼 ，OK， 信用卡、金融卡，有没有？有谁是卡奴的？自己承认啊。北海道9州1南1北，飞机、直升机，皮带和吊带。今天题目很特别哦。我记得你是日本通不是吗？所以你会选这个吧？对，我还是选北海道9州好了。日本通，何谓日本通呢？日本你其实也不叫通，就是很爱去，大概去了100次这样。100。我有一次去查护照，其实现在可以在电脑上面就是输入，然后看你这几年到底出国几次，有这种服务哦。对，有。对。然后我查了之后就不敢跟网友讲，这样，哎，现在讲了怎么办？100次以上。所以北海道跟9州，你有没有特别喜好在哪？我特别喜欢北海道。北海道4季几乎都去过了，然后马上这个暑假也要去。哇，北海道去不腻哦。对啊，就不同季节都有不同的风景跟美食。好极了，那我们就从这边开始。林世璧的入学能力测试，北海道9州，请助理。轰动
动全球的日剧《First Love》Juliet，它拍摄地是在北海道、太多。经典料理南蛮炸鸡起源于九州、日本本土4大岛当中土地面积最大的是北海道。没有。被誉为是温泉界百货公司的温泉是在九州。错了。可以近距离看企鹅在海滩散步的动物园是在北海道。没错了。是九州。错了。没有。何これ？有点可惜海哦。滩，海滩，我知道了。哦，对，北海道。海滩呢？哦，不是你说的那个企鹅散步那个是阿沙伊嘎瓦的旭川的。对，旭川的那个动物园企鹅是可以看到它，可是它是在柏油路上面散步。但如果你要看到在这个海滩散步的是九州，因为它是水族馆。OK。但是北海道的这个温泉哦，它除了呢是这个一日的出水量很大之外呢，它是主要是酸性的温泉，是硫磺泉，但是它有分9种不同的泉质，所以呢，其实如果你要它的温泉量很充沛啊，然后呢洗到不一样的温泉的水质啊，到这边就像逛百货公司一般。哇，这分数不高哎。哎呀，林世璧校排第一，占居那个位置，来，请就位。天哪，好难哦。不会啊。你也是半个日本通了，刚刚题目你大部分都会啊。对，有一些会，对不对？对。你会选择什么题型啊？请选择。我看了一下，我觉得我只能选信用卡跟金融卡，毕竟我是我们家的败家女。来，积极的入学能力测验，信用卡、金融卡，请出题。有颜色等级之分的是信用卡，你要说信用卡。很生痛。设计由来跟梅岛钱包的饭局有关的是信用卡。当然是。电影《007》当中 James Bond 他使用的是金融卡。遭到盗刷程序会比较繁复的是金融卡。印有熊本熊图案的是信用卡。哦，蛮高的。恭喜啊！哎呦，只错一题。原来是詹姆斯庞德，我跟他不熟。詹姆斯庞德用的也是信用卡。对啊，美国运通的黑卡。对啊，特务当然是最高等级喽。难怪。对，信用卡有分等级。好，其实呢，一刚开始啊，信用卡会被发明出来哦，是因为有一位银行家，他到常去吃饭的餐厅呢，去吃饭的时候，他请一个饭局，就会发现忘了带钱包了，所以呢，他就想说，那我是不是能够发明一种是纸质可以赊账的一种方式？所以刚开始是你在店家那边做签账，后来干脆就发一个卡片，是让你的个人的信用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超前借贷一些金额，可以来提前使用。32分，校排第一，请就位。谢谢。好，不错，林世璧已经主动到第2位置去了。李玉川，剩下3组题型，鲑鱼、好了。入学能力测验，鲑鱼、尾鱼，请注定。台湾知名的改名之乱是把名字改成鲑鱼。两千刊集的暴富梦跟什么有关？尾鱼。哎呦，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是尾鱼。漂亮。阿拉斯加原住民图腾上的鱼类是鲑鱼。漂亮。被当成眼影、唇膏颜色代表词的是鲑鱼。恭喜全队。比较有趣的应该是改名的那个，因为这是在前几年不是有那个知名连锁的寿司，就说你如果名字有鲑鱼，而且还刚好同名同姓的话，你就可以免费，你那整桌都免费。结果就有一堆人发疯，他就真的把名字改叫什么曾鲑鱼、蔡鲑鱼，然后甚至有人改了一个50个字的哦，对，就改成什么叉叉叉之什么稳定交往中一生一世只爱谁谁谁，我要带你吃鲑鱼这样。结果呢，其实我们的户政事务所一生当中你只能改名3次。有些人自己不知道，小时候被爸爸妈妈改过名，就他那次又改名了以后，后来名字改不回来。我靠！就 until now 还有20%的人名字还在叫鲑鱼。哎呦！所以这还没有改回来。until now。对，还没有改回来。39分，校排第一，请就位。好厉害，好厉害哦！来，超强的。哇，你应该就是交通工具了吧？你机票达人。肯定是但因为我真的没有用过吊带，所以我还是选我比较熟悉的。可是你喜欢吊带袜？我个人的喜好，陈哥怎么知道？
所以你选的是？我选飞机、直升机。开始，不然他的入学能力测验，飞机、直升机，请出题。需要长跑道的是飞机。起飞降落之前必须要用英文高喊 Roger 的是直升机。飞来横财，在经济学当中我们称之为直升机。设计先驱是达文西的是直升机。美国球星Kobe Bryant 他搭乘之后失事的是直升机。哎呦，你错一题好险没丢脸哎。然后刚刚有一题真的也比较难，就是飞来横财，在经济学当中为什么称之为直升机？就是呢，当一个政府啊，它其实希望大家可以促进整个经济繁荣呢，这时候你就随便大撒币，你直接印钞票给民众，就你发放现金啊，或者是什么券啊、消费券啊，让大家去使用啊。那这时候市场上会有很多的钱，然后就会推升物价上涨，所以会容易造成通膨，所以它可能其实长远来讲是并不好的。再次进入校牌第一位，请就位。第二，所以我第二。对，明明川老师全对。第二。积极。我第二。好了，没得选了，皮带跟吊带。对。准备黑龙的入学能力测验，皮带、吊带，请出题。跟鞋子颜色一起搭配的是皮带。假面骑士用来变身的道具是吊带。起源时间更早的是吊带。电影《教父》当中黑手党服饰配件是吊带。对，很好。穿搭适合宽度不超过4公分的是皮带。哎，man。他刚刚有的题目没有看清楚的啦。对，起源时间发明更早的不是吊带，绝对是皮带，因为呢，皮带其实在4000年前就已经有了，在中国古代也有，而且呢，不止中国古代，在新石器时代就有。新石器你就想让那个原始人他们要出去啊狩猎或干嘛的时候，他们这边都会挂一个带，他们才好放很多的东西，所以是在这边有一个带钩，让它可以呢挂很多的东西在腰间。腰带跟皮带应该不一样吧？我刚刚的原因是因为我看了很多旧的那个电影，很久以前的电影都有那个皮。我也记得吊带。吊带，黑手党就一定会用吊带，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子很绅士，穿起来比较体面。然后刮了这样子。27分不差啊，他已经就位。而且你们都没看到他刚刚表情超可爱，他转过来看我一眼，然后就。他太可惜了。好，来黑龙，校牌第4位，请就位。不错。他真是。好，即将进行校牌第1争夺战。校牌第1争夺战，因为3次的段考下来，第1，他就能够争取这个卓越奖学金。第1次段考有5题，准备，请出题。欧洲人听见打喷嚏时说的 "bless you"， 它是起源于 A 宗教故事 ，B 疾病征兆 ，C 叛乱暗号，请作答。自己答自己的，再也不需要敲按铃抢答了啊！林世璧啊，你选哪个？那个我觉得宗教故事好像是最简单的答案，引诱人家选的，所以我自己是选 C 叛乱暗号，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那隔壁黑同学，我选 A。应该不会有人选 A 吧？还有人选 A 吗？举手。兄弟啦，你来。他就不要这样。布莱恩的选 A 的也是乱按的吗？不是，因为我觉得他有一种就是安慰你、祝福你的意思。对，所以我就觉得跟宗教感觉比较有一点关系。那有人选疾病征兆吗 ？B， 你就你一个人呢？说。就是可能从最古早时期，很多时候很多疾病都觉得跟怪力乱神有关。我是用这个方向导向，好像也有道理耶。对啊，就是宗教故事吗？可是我是选 C 耶，我一选完我就觉得我选错，我应该选 A， 因为我记得应该是宗教。那我们等一下很多动作。好，那我们是一个你选什么？我选 C。
我选叛乱的暗号暗号。但我按完，我想完了，好像按错了。 3个答案都有人选，谁答对了？请揭晓。哎，答对了，就你对耶！真的你到底选了什么？疾病，答对了。疾病征兆呀，好，这件事呢，在公元595年哦，那个时候罗马呢，他们有瘟疫，然后呢就常常会有人打喷嚏呀，这时候就有一些疾病就会开始传播嘛，所以当时呢，教皇就跟大家说呢，一定要日以继夜，不断的为他们祷告，所以一直到后来呢，只要一有人打喷嚏的时候呢，你就会下意识的跟他说 God bless you， 所以就 bless you。 只有他第一个答对，后面全错，位置没变。来，下一题。单字 passport 它最初的含义是指什么交通地理标志 ？A. 城门的通行证 ，B. 港口的许可证 ，C. 跨越边境的凭证。请作答。城门，Gigi，你认为？我的答案是 B， 因为我觉得会用到 passport 可能是比较之后了，因为可能以前在城门的时候就只是打个招呼就可以了，或是去比较远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它又没有远到是需要跨越边境。那以前可能常常会有经商啊什么港口，可能需要有一个文件证明，所以我就选港口许可证。林思碧啊，你觉得呢？我因为你不是 B 吧？你是 B 的话，就一定在Gigi后面了。因为我看 port 知道应该是码头是港口，所以我故意不想选它。我觉得好像是陷阱，你又来所以我就选 A 跟 C 这样。那我就你认为他不可能这么直观？我猜啦，我猜。谁答对了？请揭晓。第一个错。啊，对了。哎呦，它就是港口，真的是港口，这么直白，讲太多了。Port 就是港口嘛，所以呢，刚开始真的是在这个港口的通行哦。当然后来呢，也泛指了城门，但是跟我们现在的护照比较不一样。现在我们看到的护照好像就是你拿自己国家的这个护照，然后去其他地方来做通行。但是在最初呢，一刚开始它是一个当地的人他在那边发给你一个纸质的通行证，是他们发给你的这个通过的 passport。好了。这个校牌第一，大风吹，走起。我不用动了，不动。对，我们就这里。前进了。不错哦，我要越来越刺激哦。我要在泳池来，请出下一题。罗浮宫正中央的金字塔设计采全玻璃的原因是 A. 安全的考量 ，B. 要引入光线 ，C. 清洁美观。请作答。Gigi 啊，我的答案是 B， 引入光线。我就想，就这么简单吗？对，就是想说，好，这样你把 AC 拿掉的原因是？因为安全考量，玻璃的其实更危险啊，除非它是防弹或是非常硬化的玻璃，所以弹玻璃。防弹玻璃。对，那清洁美观，我觉得还有别的方式啊。它当初设计就是为了让光可以打进打进去去，然后让里面的那个光影会非常漂亮。它设计的理念是这样。哦，你也是旅游专家哦。算了一点点。你在这时候怎么办这么谦虚强行的补充，你知道答案很尴尬哦。有你背书哦。不会，绝对是引入光线。是吗？你也选 B？ 我一定选 B 啊。像我就安心。黑同学，你觉得是？我选 C 啦。啊？对，为了让它漂亮一点见的，我觉得他们刚刚讲的防弹的部分，我觉得应该还好啦。玻璃的安全性，对我们竹木来说啦，用其他的材料比玻璃好。哦。所以我觉得，真要安全的话，安全考量是第一个绝对拿掉的。对啊，因为不可能。来，请揭晓。答对就是 B， 没错，全都对，都对。好，在这个罗
浮宫啊，前方有这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玻璃金字塔，它其实出自于建筑大师贝聿铭之手哦。那个时候在建造的时候，甚至还引起了呢许多巴黎人他们的反弹，就觉得怎么这么不伦不类，会在我们的这么美丽的罗浮宫前面盖了一个埃及意象这么重的一个建筑物哦。但事实上它非常有巧思，它会选择用玻璃呢，就是希望呢可以透过它的这个光线可以直射到地下室，因为当初呢其实罗浮宫啊很多人要进去，动线非常的混乱，而且很塞，你常常只能惊鸿一瞥，稍微走马看花看所有的艺术品。但是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除了呢可以让地下室也更加敞亮，还可以做到很好的一个分流，所以反而现在他们是非常喜欢这个玻璃金字塔。好了，校牌第一大风吹，走起。来，再出，谢礼。日本新干线子弹列车，它的特殊造型是模仿了什么 ？A. 菜鸟的嘴 ，B. 鹈鹕的蛋 ，C. 老鹰的喙，请作答。全新赛事带你一起长知识，用你的智慧解锁财富大楼，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全新攻略，快点来订阅。